来看拳王出击，在这座戒备森严且充满肃杀之气，宛如三流烂片、五毛不紧的监狱深处，曾经横扫全球拳坛的世界10冠王裴锋，竟被编剧强行降智，在这里默默虚度了整整3年的大好光阴，纯大冤种。监狱里那些长着标准炮灰脸的降智刺头们，根本不知道这个面瘫装 X 男究竟有着多恐怖的无敌外挂，还在那疯狂立死亡 flag 叫嚣，让他见识社会险恶，真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裴锋面对这些送人头的小丑挑衅，开启霸总装深沉模式，冷回应一句自己马上要出狱了，并不想惹麻烦破坏装 X 计划，这欲擒故纵的网文套路简直让人没眼看。离谱的是，裴锋在服刑踩缝纫机时，竟还能开挂跟随影视高人修炼，即便实力已达返璞归真的境界，师傅依然抛出这种强行限制战斗力的烂俗设定，告诫他3年内不可随意出手。背负父母血海深仇的裴锋，虽无比渴望复仇，但为了师傅口中那个纯属为了强行拖延时长的狗屁时机，他只能毫无逻辑的选择继续在这繁华都市里隐藏锋芒，当缩头乌龟。最终审查委员会因为裴锋服刑期间的表现宛如充钱 VIP 般异常优异，且多次获嘉奖，仿佛急着赶这尊瘟神走般，正式批准他提前减刑，从高墙之中重获自由，主角光环闪瞎眼。出狱后的世界10冠王，为了强行扮猪吃虎的恶俗爽点，竟跑去拳击俱乐部当最卑微扫地工，顺理成章被那些没有脑子的 NPC 拳击手当成可以随意欺负的软蛋，套路老的掉牙。那些测试力量的龙套壮汉们，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对男主冷嘲热讽，强行降智，觉得这种只会拿扫帚的废人不配出现在热血拳馆，这拉仇恨的姿势真是既生硬又让人尴尬到脚趾抠地。俱乐部那负责发福利的白月光女老板陆渊倒是心地善良，吩咐她每天只负责简单清理，还圣母般提醒注意安全，免得被不长眼拳头误伤。这女主标配的善良人设真是万年不变。趁着夜深人静四下无人的装 X 专属黄金时间，裴锋默默走到最先进的力量测试机前，想要看一看自己这沉寂3年的无敌外挂拳头是否依然拥有当年横扫千军的变态统治力。第二天一早，俱乐部骨干杜哥来到器械区时，整个人都被测试机上那离谱到牛顿棺材板都压不住的999999恐怖数值惊得目瞪口呆，这数值是拿来打灭霸的吧？杜哥还自欺欺人，以为这昂贵的德国进口测力计出了严重系统故障，毕竟这种一拳能把地球打穿的扯淡数值，在人类拳击历史上简直就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天方夜谭。陆源把大家召集吃这顿强行煽情的丰盛晚餐，席间他神情显得分外凝重，仿佛是有什么为了强推主线剧情足以改变大家命运的狗血大事，要在这个时候煞有介事的宣布。就在众人面面相觑，感到莫名其妙时，陆渊终于憋出台词，缓缓开口说，这顿饭其实是散伙饭，他准备今天之后就强行倒闭，彻底解散俱乐部。这苦情戏码来的真是猝不及防。员工们立刻开启苦情模式，急得跳脚，表示若经营困难甚至不要工资也愿意陪老板熬过去。但这感天动地的口号还没喊完，陆渊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秒被编剧打脸如坠冰窖。原来那个正在全国疯狂踢馆且强行未尝败绩的反派凶人乌鸦已来到南城，而这家倒霉的小破拳馆正是这强迫症反派为了凑整数定下的第100个踢馆目标，真会挑软柿子捏。乌鸦曾中2爆表的放出豪言壮语，要凭一己之力踢遍全国所有拳馆，而凡被成功踢馆的俱乐部，按着离大谱的地下规矩，必须当天原地解散。这反派是传销组织派来冲业绩的吧？陆源深知自己拳馆这帮战五渣的整体实力根本无法对抗残暴反派，为了不让兄弟们白白去送人头受伤，这圣母老板只能忍痛做出关门歇业的憋屈决定，其实就是怂了。可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无脑拳击手哪能受得了这窝囊气，纷纷降智表示，大不了和乌鸦拼个鱼死网破，也绝不能让这嚣张小人毁了家园，真是不被揍一顿就浑身难受。甚至连俱乐部那武力值堪忧的台柱子杜哥也当场插满死亡 flag 表态，就算拼了老命也要把乌鸦挡在门外，绝不让他的第100场胜利在南城实现。这嘴炮打得比拳头还响。然而男主裴锋在一旁听到这消息，却装 X 范影不自觉冷笑一声，这一笑直接生硬拉满仇恨，点燃了众人怒火，觉得这扫地的不仅没良心，还在幸灾乐祸，完全没看出人家才是真大腿。大家纷纷无脑指责裴锋，说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你竟还有心思淡定干饭，简直把窝囊废3字展现的淋漓尽致。这帮有眼无珠的 NPC 真是活该等会被打成猪头。裴锋面对无端指责不还口反驳，只是开启高冷模式，默默承受鄙视，因为在上帝视角的他眼里，
这群菜鸡确实没一个能打得过那个所谓乌鸦，毕竟全是给男主垫脚的废柴。洛渊为维护男主面子制止争吵，表示吃完散伙饭大家就领遣散费各奔东西。这白莲花老板还强行加戏说，已在尽力为每个人谋求出路，真是把感动中国10大人物的人设拿捏死了。洛渊甚至私下给裴峰准备去大拳馆的推荐信，毕竟在这有眼不识泰山的老板看来，这满级大佬只是个无依无靠需要照顾的扫地工，这误会梗真是网文祖传的手艺。就在此时，紧闭的大门突然被经典反派方式猛力踹开，伴随着一阵极度尴尬嚣张的狂笑，乌鸦带着那群精神小伙般的非主流弟子正式踏入视线。反派这出场方式真是费门啊！乌鸦进门就狂念反派剧本，点名找洛渊，甚至不屑地给出烂俗双选，要么直接跪地认输，要么他亲自动手把拳馆打成废墟。这种二级管式的威胁，简直是反派9年义务教育必考题。面对赤裸裸的羞辱，洛渊原想劝裴峰从后门溜走，躲避无妄之灾，却没想到这平时装怂的扫地工，竟死活不走，待在原地，满脸写着摄像机对准我，本逼王要开始装了。拳馆几个炮灰年轻人按捺不住怒火上前理论，却毫无悬念被乌鸦身边叫铁牛的超重巨汉轻而易举像丢垃圾般拎起丢回地面。这战斗力崩坏的设定简直是在侮辱牛顿。乌鸦看着容貌倾城的女主，眼神立刻展露反派专用的下流贪婪，甚至油腻无理开条件说，只要洛渊说几句软话，就考虑放过拳馆。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嘴脸看着就想吐。尽管南省武道界早有同气连枝的表面规矩，但乌鸦这狂徒显然没把当地武盟放眼里，甚至出言群朝南省武师全是乌合之众。这种强行拉满全图仇恨的操作，真是作死小能手。拳馆最头铁的年轻小伙杜康为维护尊严名誉，毫无逼数的决定第一个走上擂台送一血，与那个像座肉山一样的巨型壮汉铁牛展开殊死一搏，真是勇气可嘉，智商堪忧。裴峰原想好心出言提醒对方是横练高手，不可硬碰硬，却惨遭其他人无情打断，嘲讽说，你个扫地的懂个屁职业拳击。这帮 NPC 真是不被揍得满地找牙，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众人那严重失真的上帝视角里，杜康的形意拳兼具速度与爆发，即便面对大一倍的对手，也有大概率能凭刮痧般的灵活走位取胜。这种迷之自信到底是谁给他们的？然而战斗刚开始，情况就无情打脸，那个铁牛不仅力大无穷，且物理防御直接叠满。杜康那些花里胡哨的重拳打在他身上，仿佛石沉大海，连个血皮都没蹭破，纯纯的刮痧师傅。仅一个照面功夫，铁牛那开挂般沙包大的铁拳就精准轰中杜康胸膛，伴随清脆骨裂声，杜康像断线风筝一样违背重力定律倒飞出去。这5毛特效般的秒杀真是意料之中。裴峰开启人形 X 光机外挂，一眼就看出杜康5根肋骨全断，如果不立刻送医院急救，恐怕要杀亲领盒饭。于是他瞬间移动般赶紧上前接住这桩 X 失败的可怜虫。乌鸦在台下不仅毫无怜悯，还变本加厉狂拉仇恨，羞辱他们没能耐，就赶紧把狗嘴闭上。狂妄表示这种菜鸡互啄程度的比赛只是小孩子过家家，反派嘴炮输出从来没输过。为挽回最后颜面，俱乐部另2名炮灰成员徐安和陈平不讲武德，决定2打1联手出击，试图靠人数优势限制铁牛这个战力崩坏的无脑怪物。正义的群殴这就安排上了。裴峰在台下看着2人如小丑般拙劣的配合，轻叹口气，毒舌吐露大实话，即便联手也会在3分钟内被光速彻底拆解，甚至留下终身残疾。男主的预言家身份算是彻底坐实了。陆源虽对裴峰的大实话感到不悦，但此时台上战局已进入假象白热化。徐安、陈平虽苟住暂占上风，但这俩二傻子却根本没意识到反派正在独条憋大招的致命危险。果不其然，一直苟着防御的铁牛突然满血反杀，粗壮手臂瞬间锁喉陈平，夸张的降维打击压迫力让陈平整张脸因窒息变成滑稽的猪肝酱紫色，这反转快的就像龙卷风。洛源开启女主专属流泪模式，心疼的眼泪直掉却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像猫捉老鼠般肆意玩弄。这种战力断层带来的绝望感毫无悬念地笼罩了整个破拳馆。乌鸦此时恬不知耻站起身，念出终极油腻霸王条款，说只要洛渊愿意陪自己3年，这快要破产的俱乐部他就能大发慈悲允许保留。这老掉牙的逼良为娼桥段真是让人作呕。就在洛渊准备强行献祭妥协，甚至打算亲自上台受辱时，一直装隐形人的裴峰终于扔掉扫帚，缓缓走到众人中间，千呼万唤始出来，全场的终极逼王终于要登台表演了。洛渊惊恐想拉住裴峰，让他别添乱，毕竟铁牛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挂逼。在他眼里，裴峰这战5扎上去，除了光速送人头之外毫无作用。女主这眼拙的毛病算是治不好了。
裴峰用一种3分讥笑、7分温柔的霸总眼神看着洛渊，轻声说出那句让全场尬到寂静的耍帅台词：既然是拳馆一员，就绝不让老板倒在前面。这玛丽苏光芒简直要刺瞎双眼。杜哥即便重伤吐血，也不忘尽职尽责当喷子，讽刺你个臭扫地上去除了丢人现眼，难道还能掏出哈利波特的魔法扫帚打赢吗？这 NPC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典范。乌鸦那群反派毫无新意爆发出雷鸣嘲笑，觉得这穿工作服的扫地工是不是脑子进水被驴踢了，竟想靠着瘦弱身躯螳臂当车，殊不知他们正在疯狂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签到。铁牛甚至不屑正眼瞧裴峰，只在那漫不经心活动手腕，把骨节捏得嘎吱作响凹造型，仿佛在思考等会该把男主的哪根骨头掰断，才更有视觉效果。反派装 X 向来活不过3秒。乌鸦在旁持续嘴炮煽风点火，说不打就赶紧关门，别演低级苦情戏博同情，甚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让洛渊当第100房小妾。这反派为了作死，真是什么破下限的话都敢说。裴峰无视周围俗套的污言秽语，缓步走上擂台，那一刻犹如解开超级赛亚人封印，气场瞬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那位傲视群雄的石冠王仿佛自带 BGM 当场满血觉醒。比赛信号刚发出，铁牛就像疯狗出笼，带着狂风骤雨气势冲来，每一拳都自带夸张5毛特效破空声，仿佛要将挡在面前的一切粉碎。这架势拍科幻片都够了。惊掉所有人下巴的是，这弱不禁风的扫地功竟开着凌波微步闪避外挂，以离谱步伐轻松躲过所有重击，铁牛连他一脚都没摸到，这降维打击看的人直呼好家伙。铁牛被这泥鳅般无赖滑溜身法气到破防，无能狂怒吼着要裴峰正面接一拳，没想到裴峰竟真配合演出，停下脚步，装 X 至极的缓缓伸出一只手掌，逼格瞬间拉满。台下杜哥等人又强行绝望闭眼，觉得裴峰下一秒就会被那200公斤级恐怖铁拳直接物理超度送去见阎王，甚至觉得他连全尸都留不下。这帮人的想象力不去写小说可惜了。随着一声沉闷撞击，预想中裴峰被秒杀画面没出现，反而是体型巨大的铁牛犹如纸糊般发出杀猪惨叫，并以违背物理常识的更快速度倒飞出去。牛顿看了都要流泪。洛渊彻底看傻眼，完全不敢相信每天在自己面前苟着扫地的男人，竟开着一种能瞬间瓦解职业顶级拳手防御的大号恐怖爆发力。这扮猪吃虎的戏码真是屡试不爽。杜哥终于长脑子想起测试机上显示的离谱数值，颤抖指着裴峰惊呼，难道他就是那个打出99999999分修仙神人？这反射弧简直能绕地球3圈。裴峰却凡尔赛地云淡风轻表示，刚才只是借用洛渊教的基础太极拳借力使力，这种侮辱智商的降智说辞，连3岁小孩都骗不了，更别提忽悠住在场所有老江湖了。乌鸦见爱徒被扫地僧一招秒杀打废，老脸瞬间挂不住大破防，当即开启输不起的少来模式，放完狠话表示不会让洛渊好过，就准备带人脚底抹油强行撤离。就在乌鸦一只脚踏出大门时，裴峰那装 X 不嫌事大的冰冷声音再次响起，无情嘲讽直接问乌鸦是不是怂了，难道踢馆踢一半就像丧家犬夹着尾巴逃走吗？嘲讽直接拉满。杜哥等拖后腿队友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裴峰真是在疯狂作死边缘试探，即便侥幸赢一场，也不能如此赤裸裸挑衅成名已久的水货泰拳大师。这群猪队友的胆量真是感人。洛渊此时虽担心，但裴峰那种强行装深沉的神情，让他瞬间带上迷妹滤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简直像个无脑赌徒般，心甘情愿把整个拳馆尊严全压在男主身上。面对关切询问，裴峰开启终极装逼模式，自信伸出3个手指头，狂妄预言不但能赢，还会在这短短3招内就让这位虚有其表的反派水货拳王当场喊爸爸跪地求饶。乌鸦被无情嘲讽彻底激怒，暴衣脱外套露出那身油腻反派标配的死肌肉。作为横扫南省的高手，他那点可怜尊严绝不允许自己在同一个降智副本里再倒2次。战斗爆发瞬间，裴峰直接干碎物理引擎，展现鬼魅般恐怖速度，一记重拳因速度太快，甚至在空气中摩擦出让人惊掉下巴的科幻火花特效。导演，你确定这不是玄幻片？乌鸦紧接一招，就感觉手臂骨骼脆如薯片出现严重裂痕，此时才如梦初醒，意识到眼前这扮猪吃虎的男人其实是个满级开大号屠杀新手村的变态存在，悔之晚矣啊！伴随乌鸦杀猪般惨叫，他整个人被裴峰一拳从擂台直接轰飞到大门外，不仅踢馆被打断施法强行失败，在职业圈的名声更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逼格碎了一地。洛渊感激涕零，想重金包养般酬谢裴峰，却被裴峰装清高，以员工分内之事委婉拒绝，还极其敷衍的胡扯承认自己是在扫地时偷学了功夫，这瞎话编得连狗都不信。
为表诚意，陆渊给男主放超长带薪假并硬塞资金，让他出去放松紧绷神经，顺便为了强推剧情，去寻找那俗套至极的失散多年亲人线索，这副本衔接也是没水了。就在裴峰准备离开时，一个混迹地下拳场的 NPC 中间人小胖强行杀出找到他，极力邀请这位杀神去参加那种刻意渲染规则、变态血腥残酷的地下黑拳赚快钱。原本装佛系毫无兴趣的裴峰，看到地下拳馆老板独狼照片时，秒变冷峻脸，只因照片上的人竟和杀父仇人长得一模一样。这种强行喂到嘴边的巧合，真是把观众当傻子。小胖继续 NPC 时吹嘘，只要打败独狼就能拿100万美金赏金，还能解锁面见幕后大 boss 机会，这简直是老天爷强行塞给男主的无脑复仇 VIP 值通车契机。两人驱车来到标配的偏僻郊外废弃车库深处，这里毫无创意地隐藏着规模巨大且充满铜锈欲望的非法赌场，以及中二病晚期才想得出来的职业生死搏击擂台。擂台上，独狼正以异常做作残暴的方式解决对手，周围群演赌徒疯狂呐喊。这种强行渲染是人命如草芥的烂俗反社会氛围，让男主正义的复仇铁拳不自觉紧握。裴峰不顾阻拦，宛如天神下凡，直接跃上沾满番茄酱血迹的擂台，嚣张指着独狼鼻子，大声要求定生死对决。这强行拉满仇恨值的装 X 举动，瞬间引爆全场无知的嘘声。独狼看着裴峰这生面孔，满脸不屑嘲笑他是个不懂规矩的毛头小子，高傲表示想打架必须先拿出匹配身份的巨额赌注，这反派死于话多的定律，真是怎么都逃不掉。裴峰掏出女老板倒贴的全部积蓄豪横砸桌上，虽钱不多，但在这种认钱不认人的亡命之地，只要有钱做敲门砖，这群见钱眼开的 NPC 自然乖乖闭嘴，不敢喷废话。然而拳馆还有个强行增加游戏时长的不成文死规矩，想见头狼必须先清理掉那10几个名字非主流被称为狼崽子的顶级炮灰打手，这阵法设定简直土得掉渣。小胖在台下急得狂流冷汗，知道这是不要脸的反派，在利用车轮战疯狂消耗裴峰体力，再让状态巅峰的独狼最后出来捡人头进行必杀，这战术老套的我都困了。但开挂复仇心切的裴峰根本不把这狗屁阴谋放眼里，只是耍帅利索，在生死状签大名，中二爆表的宣告属于他主角光环加持的单方面无情碾压杀戮盛宴正式开始。面对那些手持劣质塑料利刃、满眼是血光芒的喽啰狼崽子，裴峰不仅毫无退缩，甚至使出李小龙招牌动作勾手指，嘲讽拉满让这群战五渣废物全部一起排队送死。在这片充满烂俗暴力死亡的擂台上，裴峰开着锁血挂宛如战神，每次挥拳都会强行清空一个经验包的血条，这纯爽文套路也预示着他那无脑复仇路即将开挂通关。欢迎订阅，下季更嗨。